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我绝对不会爱上台湾男生。大陆空姐信誓旦旦，3个月后却默默办了居留证，发生了什么？哎呀，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，说起来真是让我感慨万千呢。这不，前段时间我认识了一位大陆来的空姐小妹妹，叫小美。这姑娘啊，外表光鲜亮丽，谁知道背后却藏着那么多辛酸故事。更没想到的是，她这一趟台湾飞行竟然改变了她的一生。小美27岁，在某大型航空公司当国际航线空乘已经好几年了。168公分的高挑身材，走到哪里都是一道风景线。初次见她的时候，我就被她那种优雅的气质吸引住了，那种气质是练出来的。但仔细一看，她那双漂亮的眼睛里却藏着掩饰不住的疲惫。丽姐，我真的太累了。每天都是连轴转，睡不好，吃不好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们熟络后，小美时常这样对我叹气。要说小美的家庭背景其实挺平凡的，父母都是普通工厂工人，她从小在工业区长大，见惯了机器轰鸣和忙碌的身影。本来家里条件虽然不富裕，但也还算稳定，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啊。小美才14岁那年，她爸爸所在的工厂发生了一场重大安全事故。当时为了救同事，他爸爸不顾个人安危冲进去，虽然救出了人，自己却落下了终身残疾。这一下子家里的顶梁柱倒了，经济状况直线下滑，可以说是一落千丈。那时候我妈妈为了养家，不得不同时打3份工，早上在餐厅当服务员，下午做清洁工，晚上还要去便利店上夜班。我放学回家就得照顾坐在轮椅上的爸爸，还有当时年幼的弟弟。小美说起这些的时候，眼睛里闪着泪光，但语气却很坚强。高中时期，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小美就开始做兼职模特和礼仪工作，一边补贴家用，一边勉强完成学业。靠着出色的外表和坚韧的性格，小美顺利考入了空乘学校，毕业后如愿以偿进入了航空公司。我当时以为终于熬出头了，以为空姐这个职业会像电视上演的那样光鲜亮丽，可以周游世界，过上好日子。小美苦笑着说，结果现实却给了我当头一棒。原来空乘这份工作远非想象中那么美好，多年的高强度工作导致小美患上了严重的睡眠障碍，腰椎也因长期站立受到损伤。她不得不长期服用止痛药来缓解疼痛。公司里的同事之间明争暗斗，尔虞我诈，领导还时不时地骚扰她，让她苦不堪言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些年来父亲的病情不断恶化，需要大额的医药费。弟弟上了大学，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这些全都压在小美一个人身上。我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，穿着制服在各国机场来来往往，但实际上每个月光是还清信用卡都困难。小美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神中透露着深深的无奈。更让小美寒心的是，有一次航班遇到严重颠簸，她临危不乱地安抚乘客，帮助那些受到惊吓的人们。结果事后却因为一位乘客投诉她态度不佳而被公司警告。这种委屈真是说不出口啊！如今的小美住在机场附近一间狭小的公寓里，冰箱里只有速冻食品，柜子里塞满了从各国带回来的纪念品，但却没有人可以分享这些小确幸。丽姐，我真的太累了，我想找个依靠，想有个家，但我对自己的要求可高了。小美告诉我，她心目中的理想对象必须事业有成，孝顺体贴，性格温和，最重要的是能理解她的工作性质和家庭负担。那台湾男生怎么样？我半开玩笑地问她。啊，台湾男生？小美瞪大眼睛，丽姐，我可是听说台湾男生都很妈宝，什么事都要听妈妈的，我绝对不会爱上台湾男生的。她信誓旦旦地对我说，语气中带着一股子倔强。哎呀，我当时就笑了，这孩子啊还是太年轻，哪有什么绝对的事情呢？更何况台湾男生也不都是刻板印象中的那样啊。就在去年底，小美所在的航空公司开通了一条新的航线，从大陆直飞台北。小美被安排在这条航线上执勤，开始了她与台湾的不解之缘。第一次直飞台北航线那天，飞机遇到了不小的气流，很多乘客都感到不适。小美熟练地安抚着乘客，递上热毛巾，倒上温水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就在这时，有位乘客突然呕吐不止，
情况相当糟糕。当时真的很混乱，我一边要照顾那位吐得厉害的乘客，一边还要安抚其他人。小美后来回忆道，就在我手忙脚乱的时候，突然有个男生说，需要帮忙吗？我是医生，这位主动伸出援手的，就是后来改变小美一生的台湾男生阿明。阿明是台大医院的心胸外科医生，当天是结束了在上海的学术交流，返回台北。他二话不说，专业地处理了那位身体不适的乘客，还安抚了周围紧张的氛围。那一刻，我就对他有了特别的感觉。小美红着脸对我说，她的专业、沉稳和温柔让我感到特别安心。飞机落地后，阿明留下了联系方式，说如果小美在台北遇到什么困难，可以找他帮忙。小美虽然嘴上说着不可能，心里却默默地把名片收了起来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小美频繁飞台北的航线，每次都能和阿明见上一面。阿明总会提前知道他的航班信息，然后在他休息的时候带他去台北的各个角落品尝美食，欣赏风景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对台湾的印象就是电视上看到的那些，以为台湾很落后。结果一来才发现，台北比我想象中繁华多了。小美兴奋地跟我分享她的发现，夜市超级有烟火气，捷运干净又准时，到处都是便利商店，生活真的很方便呢。确实，不少大陆朋友对台湾还停留在过时的认知上，以为台湾经济不发达。实际上，台湾的人均 GDP 在亚洲地区是相当靠前的，人民的生活品质很高。尤其是台北这样的大城市，不管是公共设施还是服务业的水平都是一流的。更让小美意外的是，通过和阿明的相处，她对台湾男生的印象彻底改观了。阿明才不是什么妈宝男呢，小美为阿明辩解道。他虽然很孝顺父母，每周都会回家吃饭，但在重要决定上，他有自己的主见。而且他特别会照顾人，每次见面都会记得我喜欢吃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这种细心真的很让人感动。随着两人接触的深入，小美开始向我吐露心声，说阿明经常会在她飞抵台北后，不管多晚都来接机，然后送她到酒店休息。休息日会带她去野柳看女王头，去淡水看夕阳，去诚品书店泡上一整天。他带我去的地方不是那些游客扎堆的景点，而是当地人才知道的小众地方，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台湾。小美眼里闪着光，而且她会耐心地给我讲述每个地方的历史和典故，让我对台湾的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。但小美最感动的还是阿明对她家庭情况的理解和支持。当她向阿明倾诉自己的家庭负担时，阿明不仅没有退缩，反而主动提出要帮忙联系台湾的医生，看看能否为他父亲提供更好的治疗方案。他甚至利用自己的人脉，帮小美的弟弟联系了台湾的大学，准备申请交换生项目。丽姐，你能想象吗？他不仅不嫌弃我家境不好，还想着怎么帮我分担。这种感觉真的太温暖了。小美说这话时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我听了，心里也是一阵感动。这年头找个真心对你好的人真的不容易啊。更难得的是，阿明能够理解并尊重小美的职业选择。他从来不因为我是空姐就有什么偏见，反而很支持我的工作。他说他理解这份职业的辛苦，也欣赏我为家庭付出的坚韧和勇气。小美说，有一次我值完夜班，黑眼圈很重，她不但没嫌弃我憔悴的样子，还心疼地给我煮了一碗姜汤，说是她妈妈的秘方，可以缓解疲劳。说到这里，小美停顿了一下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丽姐，我好像爱上他了。虽然我曾经说过绝对不会爱上台湾男生，但现在我真的控制不住自己的心了。我笑着拍拍他的肩膀，傻孩子，爱情哪有什么地域之分啊？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，互相尊重，互相理解，无论来自哪里，都能走到一起。小美点点头，但眼神中又闪过一丝忧虑。可是丽姐，两岸的婚姻会不会很复杂啊？我们的文化差异、生活习惯，还有将来定居的问题，这些都让我有点担心。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。虽然两岸同文同种，但几十年的分隔确实造就了不少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。台湾社会更注重个人空间和生活品质，而大陆则更重视家庭集体和奋斗拼搏。台湾人说话做事往往比较委婉含蓄，大陆人则更直接爽快。
这些差异都需要双方用心去适应和理解。小美啊，两岸婚姻确实会面临一些特殊的挑战，但哪对夫妻不是在不断磨合中共同成长的呢？我安慰她，关键是你们要多沟通，有什么想法都要坦诚相待，不要有顾虑。小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就这样，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。阿明开始向小美展示更多关于在台湾生活的可能性。他带我去看了台北的住宅区，那里的小区绿化特别好，社区活动也很丰富。小美憧憬地说，而且台湾的医疗保障很完善，这对我爸爸的情况来说是个很大的优势。不仅如此，阿明还特意带小美去拜访了自己的父母。让小美意外的是，阿明的父母对他非常热情，完全没有他想象中对大陆媳妇的偏见。阿明的妈妈特别和蔼，一直拉着我的手问东问西，还给我包了红包，说是见面礼。小美回忆道，她爸爸也很亲切，说很高兴儿子能找到这么优秀的女孩，还特意煮了一桌家乡菜招待我。原来阿明的父母年轻时也经历过不少坎坷，所以特别能理解并欣赏小美的坚强和独立。他们对小美的职业和家庭背景没有任何偏见，反而称赞她在困境中依然积极向上的精神。看着小美幸福的样子，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。不过作为过来人，我还是提醒她，两岸婚姻虽然特殊，但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。关键是你们要提前沟通好将来的生活安排，包括工作、居住地、家庭关系处理等问题，都要达成共识。小美认真地点点头，丽姐，我明白，其实我和阿明已经聊过这些了。他说他的工作在台北不太好调动，但我作为空乘，其实可以申请调到台北基地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在台北生活了。那你父母那边呢？我有些担忧地问。这个我也考虑过。小美叹了口气，确实是个难题。不过阿明说可以帮我申请特殊照顾签证，让我父母也能来台湾长期居住。我们计划在台北市郊买一套大一点的房子，这样就可以照顾到他们了。我听了直点头，现在的年轻人想的还挺周全的嘛。就这样，在认识阿明仅仅3个月后，小美就做出了人生中的重大决定，申请台湾居留证，准备和阿明共同生活。丽姐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和阿明在一起。小美握着我的手，眼神坚定地说，这3个月来，她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幸福感。我知道这个决定很大，也很仓促，但我的心告诉我，他就是那个对的人。听到小美这么肯定的回答，我既为她高兴，又有些担忧。毕竟才认识3个月就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，是不是太仓促了？但看着小美坚定的眼神，我又不忍心泼冷水。小美啊，既然你决定了，丽姐自然是支持你的。不过有句老话说得好，谈恋爱要快，结婚要慢，你们可以先多了解一段时间，多体验一下在一起的生活，看看是否真的适合对方。再做最后的决定也不迟啊。小美点点头，丽姐，我明白你的担忧。其实我也没打算立刻结婚，我们计划先以订婚的形式确定关系，然后我申请调到台北基地，先在台湾生活1年，适应一下那边的环境和生活方式。如果一切顺利，再正式举行婚礼。听他这么说，我就放心多了。这样安排挺好的，既慎重又不拖延，给双方都留有缓冲的时间和空间。就这样，小美开始了她的台湾生活。刚开始的时候，确实遇到了不少文化差异带来的小摩擦。比如，小美习惯了大陆的快节奏生活和直来直去的沟通方式，而台湾人则更注重生活品质和情感交流，说话办事都比较委婉含蓄。这让小美一开始有些不适应。有一次，我在超市买东西，看到排队的人那么多，就直接插到前面去了。结果周围的人虽然没说什么，但那种不满的眼神让我特别难堪。小美后来向我吐槽，阿明后来解释说，台湾社会特别注重公共秩序和礼貌，插队是很不礼貌的行为。还有一次，小美在阿明家庭聚会上习惯性的大声说笑，结果引来了阿明家人疑惑的目光。后来阿明告诉我，台湾人在家庭聚会上通常比较含蓄安静，不会那么放开的大声喧哗。小美有些尴尬地说，这些文化差异确实需要时间去适应和调整。但令人欣慰的是，小美和阿明都有着开放包容的心态，愿意相互理解和学习。阿明特别耐心，
每次我犯错或者不理解台湾的某些习俗时，他都会细心解释，从来不会嫌弃我或者嘲笑我。小美感动地说，而且她也很尊重我的文化背景，甚至开始学习大陆的一些表达方式和生活习惯，让我感到特别温暖。我听了直点头，这就对了，两岸婚姻最需要的就是相互尊重和包容。只要你们能用心去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和成长环境，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让小美感到欣慰的是，她的父母对这段跨海婚姻也表示了支持。我本来以为我爸妈会反对，毕竟在他们那一辈人的印象里，台湾还是很遥远的地方。小美说，但当我带阿明回家见他们时，他们被阿明的真诚和体贴打动了。特别是阿明主动提出要帮我爸爸联系更好的医疗资源，这让我父母特别感动。事实上，随着两岸交流的日益密切，越来越多的两岸婚姻出现在我们身边。这些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，更是两种文化的交融，为两岸民众搭建了一座情感的桥梁。丽姐，说实话，刚开始我对台湾的印象确实有些偏见，总觉得台湾经济不如大陆发达，生活水平也不会太高。小美坦诚地说，但真正生活在这里后，我发现台湾的生活品质其实很高，人们更注重生活的平衡和幸福感，而不仅仅是物质条件。确实啊，台湾和大陆虽然同根同源，但因为历史发展的不同，在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确实存在一些差异。比如说，台湾社会更加强调个人权益和公共秩序，更注重生活品质而非单纯的经济发展。这些差异既是挑战，也是两岸婚姻的独特魅力所在。我在台北生活这段时间，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的生活节奏没有大陆那么快，人们更懂得享受生活。小美跟我分享到，像是周末的时候，阿明会带我去郊外爬山，或者去海边发呆，这种慢生活的感觉真的很治愈。不仅如此，小美还发现台湾男生普遍比她想象中的要独立得多。以前我听说台湾男生都是妈宝，什么都听妈妈的，结果发现这完全是刻板印象。小美笑着说，阿明非常独立自主，从大学开始就学会了自己做饭、洗衣服，现在的厨艺比我还好呢。虽然他很孝顺父母，但重要决定都是自己做主的。在相处的过程中，小美也渐渐适应了台湾的生活方式和社交礼仪。她学会了排队等候，学会了在公共场合保持适当的音量，也学会了台湾人特有的一些表达方式。一开始我真的很不习惯台湾人说话的方式，总觉得他们说话绕来绕去的，不够直接。小美苦笑着说，后来我才明白，这其实是一种礼貌和尊重，是为了照顾对方的感受。现在我也学会了用不好意思代替对不起，用请问开头询问问题，感觉整个人都变得更有礼貌了。当然，小美和阿明的相处也并非一帆风顺，两人也经历过因为观念差异而产生的争执和误解。有一次我们因为钱的问题吵得特别凶，小美回忆道，在大陆，很多家庭都有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，男方要负责赚钱养家，但阿明却坚持夫妻双方应该经济独立，收入各自管理，共同开销平摊。这让我一开始很不理解，甚至觉得他是不是不够爱我。这确实是两岸在婚恋观念上的一个典型差异。台湾社会受西方影响较深，更强调夫妻平等和个人独立，而大陆则更倾向于传统的家庭角色分工。后来通过深入沟通，我才明白这并不是他不爱我或者不愿意承担责任，而是他认为真正的爱情和婚姻应该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。小美恍然大悟，我也慢慢接受了这种观念，觉得这样的相处模式其实更健康，更能体现彼此的独立人格。而让小美最感动的是阿明对她工作和家庭的全力支持。我刚调到台北基地的时候，工作压力特别大，要适应新的环境和同事，还要时不时飞回大陆看望父母。小美说，阿明从来没有抱怨过，反而总是在我值夜班回来后准备好热腾腾的早餐，在我飞往大陆前帮我打点好所有需要带给父母的礼物和药品。去年冬天，小美父亲的病情突然恶化，需要紧急手术，阿明二话不说，立即请了假陪小美回大陆，还联系了自己的医生朋友给小美父亲会诊，提供了宝贵的治疗建议。那段时间真的很难熬，我每天在医院照顾爸爸，心力交瘁。
是阿明一直在旁边支持我，给我力量。小美眼中含泪，她不仅帮我分担照顾爸爸的责任，还安慰开导我妈妈和弟弟，让我们全家都感受到了她的真诚和温暖。手术很成功，小美的父亲康复得不错。更让人惊喜的是，经过这次共同经历困难，阿明的父母主动提出要帮助小美解决父母的赴台生活问题。阿明的父母太好了，他们主动提出要在他们住的社区附近再买一套小房子，让我父母过来台湾定居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互相照应。小美感动地说，而且他们还表示愿意帮我照顾父母，让我能够安心工作。这种关爱和包容让我感受到了真正的家人之爱。就这样，经过1年多的台湾生活，小美和阿明的感情越来越稳定，两人决定正式步入婚姻殿堂。丽姐，我们定了今年10月份举行婚礼。小美兴奋地告诉我，我们决定在台北和大陆各办一场，这样两边的亲友都能参加，也算是两岸文化的一次融合吧。婚礼筹备期间，小美发现台湾的婚俗和大陆也有不少差异，比如台湾更注重闹洞房的环节，新郎要经过一系列考验才能迎娶新娘。而在饮食上，台湾婚宴的菜色和大陆也有很大不同。阿明特别尊重我的想法，主动提出要把大陆的一些婚俗也融入进来，让我倍感温暖。小美说，我们决定在婚礼上既有台湾传统的闹洞房环节，也有大陆的敬茶仪式，让两种文化完美融合。最让小美感动的是，阿明特意为她准备了一个惊喜，他学习了小美家乡的方言，准备用她家乡话说出婚礼誓言。当他用我家乡的方言说我爱你，我会一生一世对你好的时候，我真的哭了。小美动情地说，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她对我浓浓的爱意，也感受到了她对我文化背景的尊重和包容。看着小美幸福的样子，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。从当初信誓旦旦说绝对不会爱上台湾男生，到如今即将嫁为人妇，小美的变化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转变，更是心态和价值观的成长。小美啊，你现在还觉得台湾男生都是妈宝吗？我打趣地问她。丽姐，我真是太肤浅了。小美不好意思地笑着说，爱情哪有什么地域之分啊？无论是台湾男生还是大陆男生，关键是看这个人的品格、责任心和是否真心爱你。阿明让我明白了，真正的爱情是相互理解、相互包容、共同成长的过程。如今的小美已经完全适应了台湾的生活，她不仅在航空公司的工作越来越顺利，还在台北开了一家小小的手工皂工作室，利用休息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。她的父母也顺利地在台北定居下来，父亲的身体状况在台湾先进医疗条件的帮助下有了明显改善。丽姐，我现在真的很幸福。小美由衷地说，虽然一开始我对台湾和台湾男生有很多偏见，但现在我发现爱情和幸福没有地域之分，关键是遇到那个对的人，愿意和你一起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。听了小美的故事，我不禁感慨万千。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见证过太多因为地域、文化差异而错过的姻缘，也见证过许多跨越这些差异修成正果的美丽爱情。两岸婚姻虽然会面临一些特殊的挑战，但只要双方都抱着真诚、尊重、包容的态度，愿意为对方付出和调整，这些挑战就能变成让感情更加牢固的垫脚石。每段跨文化的婚姻都是一座连接不同世界的桥梁。我对小美说，你和阿明的故事不仅仅是两个人的幸福，更是两岸文化交融的生动见证。祝福你们。小美害羞地笑了，谢谢丽姐。对了，我们婚礼的请柬已经准备好了，到时候一定要来参加哦。看着小美幸福的笑容，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。从一开始的绝对不会爱上台湾男生，到如今即将步入婚姻殿堂，小美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没有国界，没有地域之分，真爱能够跨越一切障碍，开花结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正在寻找那个对的人，不妨放下偏见，敞开心扉，说不定幸福就在不经意间向你靠近呢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